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大学院的准备。本来我是想要直接开始讲有关于工作相关的事情的，但是想着留学可能并没有讲完，或者说有遗漏的地方，所以上周我在社区发了一个动态，征求大家的意见，看看大家还要想听有关于留学相关的一些事情。这个相关的连接我也会发在视频描述区，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那么可以在动态的下面进行回复，当然也可以直接在视频的评论。在正式开始聊时间线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大学院的材料。因为无论我们再怎么准备，我们都是以大学院的材料为基准来进行准备的，所以说材料是我们必须得了解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首先是自我介绍和志望动机书，有一些学校是分开的，自我介绍和志望动机书是分开的，有一些学校是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你上半部分是自我介绍，下半部分是开始志望动机。而志望动机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为什么想要来这所学校，这所学校的这个专业你为什么喜欢它，然后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吧，然后你还要涉及到一些夸这个学校的一些事情，反正就是说怎么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感觉吧，然后以及说对面的一些好处这种感觉。第二个就是小论文和研究计划书，这个是2选1的。这个的话呢，看学校要求，有的地方是要求小论文，有的地方是要求研究计划书。他们两个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具体看学校的要求。如果说不太明白的话，你也可以去询问你所在的学校的一些担当老师，他们会给你进行普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顺带一提，我当年的学校是只要求写小论文，而不需要写研究计划书，所以说比起研究教授可能稍微简单一些吧。第三个是在留卡，这个是在日本在住的人是肯定是必须要提出的。然后是护照，护照的话是海外的人以及在日本的人，然后以及其他研究科需要的必要书类，比如说像日语成绩和英语成绩这些都会有写的，这个你参考目击要项就可以了。有关于英语的具体要求，这个要求有点太多，在最后的时候我会用东京工业大学的一个目击要项来给大家说明。然后是入学院书，这个的话就按照规定格式填写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太过于在意。再然后是有一些时间限制方面的一些材料，比如说像最终学校的毕业证明以及最终学校的成绩证明，还有调查书这些的话它都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一般是3个月左右。所以说这个的话你是要在入试材料截止前3个月就开始准备，但是你又不能太早，要3个月以内准备就是最好的。然后是入学检定料证明，这个的话呢就是存款打入的证明，比如说你从 ATM 机上或者说去邮政打款进入到这个学校的这个账户的这个证明，你把这个证明和这个邮票啊信封这些材料一起寄过去。然后是面试，面试相关的并没有什么需要太准备的，主要是服装问题。服装的话呢，这个以前我也推荐过，最好是在半年以内，或者说是在3个月以内准备是最好的。因为有一些人他是比如说他在减肥，或者说他是在或者他是容易胖的体质的话，那么他就可能会导致在半年之内或者说更长久的准备这个衣服的话，就会导致衣服不合适。这个就需要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我是推荐是3个月左右开始准备是没什么事的，因为3个月的话你再怎么变也变化不了太大。然后是笔试，首先专门职大学院是没有笔试的，专门职大学院主要是小论文、自我介绍和面试，记住这个方面是比较适合不太喜欢笔试的人的，或者说学历比较差以及社会人。而一般性质的大学院它真是有一些学校是有笔试的，笔试就是考试的学历，也就是说这个并没有准备时间相关的，这个主要是看你自己对于学历你是有多大的要求。如果你对于自己的学历是要求比较高的话，那么你可能就要是一直不停的在准备。如果你要求比较低的话，那你就可以稍微准备一下就可以了，主要看你自己的要求。当然也看大学院的要求，比如说好的大学院的话，他肯定要求学历比较高的人去进入他们大学院，这是肯定的。第二个相关的呢是入学时间，因为入学时间它就决定了你的入试时间，而入试时间它就是你的提交材料限制的一些时间，它也跟这个相关，也就是你准备材料是要根据这2个时间进行判断的。
日本呢一般有2个季节入学，一般是春季入学4月份和秋季入学9月份。他们的入职时间呢，春季入学一般是9到10月份有一次，以及12到3月份有一次。第二个秋季入学呢，它是在那个6到7月份开始准备的。还有入学时间不仅仅适用于大学院，也适用于大学和专门学校，以及你想要升学的任何学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准备工作。一般来说，我们准备材料都是要提早半年左右开始准备，并且涉及到你要想去的院校的一些资料啊什么的。我们就以春季入学4月份为决定。如果说我们想要在那个入职时间想要在那个9到10月份之间决定就要入师的，那么你需要在今年的那个3到4月份开始准备。如果你是要决定在12到3月份开始入师的，那么你需要在今年那个6月份到9月份之间开始准备相关的一些材料。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学院准备时间说明。然后大学院的准备时间说明的那个开始时间呢，是在入试或者资料提出截止前半年。首先是那个入试和资料提出截止前半年，我们需要进行一个信息收集。信息收集以后，然后我们需要主要针对对象是呢，下载针对外国留学生的募集要项，根据募集要项来准备。第二步就是那个长期资料的一些准备，这个是开始前5个月左右，或者说6个月至半年就可以开始。主要呢是自我介绍、志望动机、小论文和研究计划书相关的一些准备。同时需要准备的呢，还有大学院的笔试对策相关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像大学院的历年真题，这个呢可以在谷歌进行那个搜索学校名加笔试进行搜索历年真题，或者说是那个去日本的一些本地的一些书店进行购买相关的一些学校历年真题。顺带一说，专门职大学院是没有进行笔试的，也就是说专门职大学院可以少去笔试这一环节。然后开始前3个月左右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些面试对策。第一个就是服装准备，这个是针对体型变化较大的人。然后第二个呢是最好是积极参加学校的模拟面试，尤其是初来日本的人，在语言学校进行学习日语的人，一定要积极参加学校的模拟面试，因为这个对你之后的升学和工作求职是非常有帮助的，大家一定要。然后开始前3个月我们需要进行准备的还有那个期限性质材料的准备，比如说像那个毕业证明书和成绩证明书。在材料准备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在提交材料之前呢，我们可以进行那个咨询目标院校的租房价格。这个的话可以参考我租房的那一期我是给大家那个就是演示了在日本怎么找房子是比较好的，你可以找到很适合自己。这之后呢，就是有关于材料的一些提交。在那个咨询一般是在那个2个月之内左右，他会到那个喊你提交材料，你就在那个期限内把材料提交上去，然后再等待面试和笔试的一些在面试和笔试那个完成以后，你就可以进入等待核否通知的这个环节。在进入这个环节的时候，你可以做的事情呢，主要是有第一个是那个搬家事宜。搬家事宜呢其实挺多的，如果你是自己租房子的话，你首先你要预约房子的解约手续，一般房子要提前1个月开始进行预约，然后是水电瓦斯相关的一些预约，有一些地方它是提早1个月，有一些它是要提早半个月左右，需要提前了解清楚。然后是光纤以及那个移动 WiFi 路由器的搬家手续，这个也是要提早进行办理的。因为日本的这个网络公示它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期间的，比如说你新规这个网络的话，它是要在1星期或者2个星期以后才可以进行网络公示，因为它要进行那个人员的安排。如果说你是搬家的话，也是同样的需要提早进行预约。预约的时候呢，同时还要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个是否要进行一些网络公司的一些那个撤去相关的一些手续，以及那个在搬家的那一天刚刚好怎么让他们在你搬家的那一天或第2天直接来进行那个网络公司的一些准备。然后呢，就是手机 App 和银行等重要常用服务的一些地址变更。因为有一些银行或者说手机它的一些提供服务商呢，它并不是用你真名，而是用你的会员名给你寄这个邮件，这个会导致呢你在那个办理这个转送服务的时候呢，它会无法对应到你这个人本身的信息，以至于它会把一些邮件转送到你之前的地址，所以这个一定要
大家好，接下来就是开始搬家前1个星期我们需要做的2件事，主要是一个是转出手续的办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邮件转送。这2个呢都是有时间限制的。首先是第一个转出手续呢，它是那个和转入手续是相辅相成的，它是14天时间左右，也就是说你必须在2个星期之内把转出和转入手续同时办理完成。然后是邮件转送服务呢，它需要1个星期左右进行激活，也就是它要对上你这个匹配上这个地址啊什么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方面条件，它才能进行一些转送服务。不然的话呢，如果说你是搬家那一天才开始准备的话，它有些事情联系不上你的话，就会出一些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说也要在1个星期之内开始准备。然后是搬家以后的1个星期呢，我们需要进行转入手续的办理，以及国民健康保险和年金的转移。然后是搬家后的当天或者之后几天，对之前我们所说的这一个手机 App 和银行等相关的一些地址进行变更。然后地址变更的话，银行的话呢，有一些可以在那个手机 App 上进行变更，有一些呢你是需要去当地的营业点进行变更的，这个要看你的银行的要求。有关于转出和转入手续，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的那一期视频，那个视频给大家介绍了该怎么填写以及重要性相关的一些重要普及知识。然后是有关于英语成绩这一块呢，我给大家举例的是东京工业大学的一个提出相关的一些测试，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得到。首先呢，它这里提出方法，它这里有 A 到 C。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写的，主要是以下 A 到 C 3种的方法当中，根据系，也就是你所在的报的那种系来进行那个提出。然后2系的话，那个是必须要确定的，以及根据指示来进行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A、B、C 分别是对应哪3种。第一种是 A 类，也就是出院的时候你是必须提出原本。这个意思是呢，你在出院的时候必须把原件，也就是那个成绩相关的那个原件给进行。第2种 B 类，它虽然说了你在出院的时候必须提出，但是呢，你因为某些原因无法提出的话，可以与你所在的这个系的管理人员进行商量，然后在这之后的和他们认定的日子再进行提出。第3种呢，就是在出院的时候不需要提出，但是呢，在这之后你需要再进行。然后这里说了一个比较注意事项，也就是数学系的。数学系它是采用的是英语笔答的那个试验进行，也就是它的英语笔试，也就是说你那个英语是必须的。然后这里说的那个提出有关于成绩的呢，它这里有以下5种，前面4种都是托福相关的，具体种类的话大家自己去查一下。然后后面这个是托业的。还有大家所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他出院的书类是那个一般是不进行返还的，所以说如果大家要提出原本的话，我记得英语成绩我不知道，日语成绩是可以申请好几个原本的，也就是证明的这个原本，你在那个提出这个原本就可以了。然后英语成绩的话，大家可以去问一下，因为我自己还没有那个测试过，所以说这个就不太了解。有关于各大学校对于托福的它的那个要求是多少，这个呢很少有网站，或者说几乎没有太过于确定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大概的要求。这里呢，首先是那个地方国立大学，也就是那个我们所说的国公立当中的国立大学，一般是那个600点左右。然后旧帝国大学，比如说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这些除外的一些旧帝国大学是700点左右。然后东大、京大等的一些大学院的话，他们是要800点左右。然后根据我的查询呢，日本这边他们比较注重的还是这个托业成绩，而并非那个托福成绩。因为我无论在那个浏览器怎么搜索，我只要搜索英文的时候，它出来的第1点都是那个托业，而并非托福。所以大家这一点最好的方法的话呢，是根据你所要报考的院校去那个确定你所需要的英语是托业、托福还是那个其他。当然有的学校他们都是认可的，只是他们认可的标准可能不太一样，就参考我们去面试。比如说我们去某个工作去面试的时候，他有些地方他只认可 JLPT， 有些地方他只认可 JTEST， 但是有的地方他是2者都认可，只是认可的标准不一样。比如说 JLPT 它 N2 就可以了，但它 JTEST 却要那个 B 或者说是 A 以上这种感觉。这里的话呢，大家可以参考这个东京工业大学的这个英语认可的这个范围。你看它这边托福它认可的这4种，以及托业它认可1种。也就是说具体相关的事宜大家还是去咨询一下
你所要报考的学院或者大学院，他们对于这个托福、托业还有雅思啊这些认可是怎么样的，以及认可的点数是多少，这些去咨询一下。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生活相关的经历和经验。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想要其他论友一起交流，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电报群。谢谢大家。